美国抗中核心盟友，英国7月5号工党大胜，斯凯尔上台。这里面最大的问题，英国的左派跟右派不是这么样的壁垒分明，保守党反而跟民主党更合拍，所以英国中党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跟保守党对着干。斯凯尔上台之后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他本身就跟拜登不怎么合拍，所以英国现在出现一个很神秘的事情。第一个，英国想加强跟欧洲联系，本身跟川普就对着干；第二个，英国想强调世界的联系，那本身跟川普更是对着干，所以他对中国至少不反华。美国抗中次核心盟友，法国总统马克龙，欧洲议会选输了，极右翼崛起了，所以提前解散国民议会，导致马克龙任命的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理阿塔尔撑了半年垮了，所以找了一个老政客巴尼耶撑了3个月又垮。最好笑的是，现在第三任白胡就任快1个月了，还没有把内阁给凑好，真的很混乱，就造成法国不是亲不亲美的问题啊，法国的状况是他根本不稳定，整天垮，所以马克龙实质跛脚。马克龙个人有华，但是很摇摆，很有意思出现。讲到现在，美国抗中盟友没有一个是真正上的抗中，一个字，绝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美国的盟友6连倒，以美国为核心左转一圈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韩国通通出状况。这里面呢涉及政权更迭或者是领导人倒台的停止的状况，当然包含美国自己领导人也倒了，所以甚至可以说是7连倒。英国是属于核心盟友，因为联合国5常里面，尽管英法被人家认为是下2常，但英国至少它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，还有过去帝国的余晖。虽然它的战斗力这方面不弱过去，但是靠着帝国留下的遗产，虽然呢已经快要变成小不列颠，没有北爱尔兰，又差点联合不起来亡国，但终究在联合国里面有1票的否决权。所以作为一个跟美国拥有特殊关系的国家，我想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核心盟友。美国真正意义上核心盟友其实就是五眼联盟，而五眼联盟中最核心是英国，因为英国是五眼联盟里面唯一真正有实力的。那英国的变天主要是在当时7月5号工党大胜，斯凯尔上台。斯凯尔的前一任苏纳克也是英国史上首位印度裔的首相，而且他竟然是保守党的。英国保守党他执政时间非常的长，从卡麦隆上台之后，英国长期由保守党来执政。卡麦隆之前是工党的内阁，那苏纳克呢相对来说比较做实事的英国内阁。而即便如此，英国的状况已经到了激动难返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脱欧所引起剧烈的震荡，加之整个英国的国势衰弱，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，整个英国是越来越糟糕，最终压垮了整个保守党，就进入了斯凯尔时代。那这里面最大的问题，英国的左派跟右派不是这么样的壁垒分明。左派工党经过了布莱尔中间化改造之后，基本上也不是那么左啊。右派保守党事实上也没那么的右。英国人虽然有一些高贵的传统，但是英国人相对他是个海岛，靠的是全球金融秩序，所以他本来就有很多来自欧盟各国，甚至来自各种肤色的移民。虽然他把一些移民赶走，所以保守党反而跟民主党相对来说更合拍，这就很有趣了。在美国的政治光谱里面，保守党是共和党，所以英国就倒反天罡的味道。斯凯尔上台之后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他本身就跟拜登不怎么合拍，尽管理论上2个都是左派，你甚至可以这么理解啊，工党其实跟美国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更远的，因为工党逻辑上更倾向泛欧主义，所以英国中党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跟保守党对着干。当保守党是脱欧，工党就想要重新入欧或者加强跟欧洲某种程度的联系。当保守党强调跟美国要团抱在一起啊，工党就一定程度的强调我要搞全球主义，反正在英国你就是我跟你反就对了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状况。所以英国现在出现一个很神秘的事情，第一个，英国想加强跟欧洲联系，本身跟川普就对着干；第二个，英国想强调世界的联系，那本身跟川普更是对着干。虽然英国现在是硬不太起来，所以他对中国至少不反华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再来，法国角色比较特殊，我的定义是次核心盟友，因为法国总统戴高乐他是法国2战的英雄，后来呢让法国得以跻身世界5常之一。如果没有戴高乐，让法国今天就不是什么法兰西了，就法兰小了。戴高乐的遗绪就是他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自主的法兰西，一个有自我意志的欧洲。所以法国的工业品项门类是非常齐全的，飞机、高铁、潜水艇、航空母舰、卫星、精品汽车等等的。所以大国戴高乐的灵魂呢就一直存在的。那现在法国的问题在于，法国本身喜欢走独立外交路线，尤其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中间派前进党本
身强调他自己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，所以他就强调了独立自主的精神。虽然他常被戏称叫做戴高乐体验卡，但是大家也知道，当年的大法兰西帝国到今天已经变成法兰西小帝国。因为二战之后，法国先是第四共，戴高乐他被排除在外，所以戴高乐就愤而隐退。后来法国在他最主要殖民阿尔及利亚有石油、大量人口，所以这个是不能放啊。可是法兰西第四共和搞了一塌糊涂，几乎要瓦解的状况之下，戴高乐后来重新整顿，把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给灭了，让阿尔及利亚独立。但是深度的控制当地的产业、资本、企业、高等人，这一套主义就让法国一直有底气。但是马克龙最近就过得不是很顺心啊，因为经济很差，背景因素疫情、中美贸易战造成的全球震荡，还有中国崛起、海啸、水位慢慢在上涨。马克龙在这样的困境之下，欧洲议会选输了，法国人最怕极右翼崛起，国民阵线勒庞大获全胜，所以马克龙非常的紧张，他就说我提前解散国民议会。结果一解散，本来输的要脱裤子，这下输的连内裤都穿不上，总共577席，中间派直接萎缩到159席，然后左派新人民阵线193席，然后极右翼国民联盟142席啊。事实上，一起为了共和国党团只有95席，所以当时选完了西风协议啊。最近他们正在重新筹组内阁。那法国还有一个特点，他们是双手掌制，总统主管外交国防，也可以任命总理，但是总理向来必须由国会的多数党来组阁。所以法国遇到的困境就在这里，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体制，外人其实也很难搞得懂。然后选完又大败，马克龙呢是各种哀天喊地啊，他想尽办法瓦解右翼的联盟，所以现在他就到处收集一些愿意亲过来，地平线党团、民主运动党团、右翼党团，东凑西拼，再加他自己前进党改组的一起为了共和国，整体合在一起也才212席，距离577席的一半甚远啊。所以导致马克龙他原本所任命的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理，也是法国史上第一个公开出柜的总理阿塔尔，撑了半年垮了。第一时间法国认错，折腾了半天，都还是辞职了啊。所以找了一个老政客巴尼耶啊，这个巴尼耶属于右派出身，但色彩相对偏中间，组了起来，撑了3个月又垮，连垮2次。现在第3任白胡又上来了，最好笑的是白胡12月13号就任到现在快1个月了，还没有把内阁给凑好，真的很混乱。这个白胡能撑多久我不知道，从半年变3个月，搞不好1个半月就垮了，天晓得他撑到什么时候。那白胡本身出自戴高乐主义系统，也是属于中间偏右，因为现在也没办法，你不找中间派怎么办呢？这个就造成法国不是亲不亲美的问题啊。马克龙面对强势的美国相对软弱，但是至少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，他的政局是稳定的。所以法国的状况又跟英国不一样，法国的状况是他根本不稳定，整天垮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依照多数党组阁。可是问题，整个国民会议极左跟极右2大政团又没办法相互组阁，所以马克龙实质跛脚，他不仅摇摆，还更摇摆了。那这个更摇摆出现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马克龙个人有花，但是很摇摆，所以很有意思出现。讲到现在，美国抗中盟友没有一个是真正上的抗中。